大家好，我是牛奶。接上集讲到，药老成功复活，团灭冰河谷3名斗宗长老以及冰河谷精英弟子若干。萧炎为解决小医仙的问题，决定离开洛神剑，前往叶家禁地阳火古潭。萧炎几人赶到叶家之时，叶家的大门残破的大敞着。行至大厅不远处，萧炎一行人就见黑火宗的人正气势汹汹地逼迫叶家归降于黑火宗。领头的那2名黑衣老者仗着自己6星巅峰的斗宗实力，十分嚣张地在叶家大厅摆满了棺材，意图很明显，不降那就去死。看着眼前这一幕，辛兰愤怒到浑身颤抖，但他也知道，如今的他甚至是整个叶家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唯一的希望在萧炎大哥，请你帮帮叶家好吗？只要家族安好，辛兰做什么都愿意。怔愣了1秒钟后，萧炎偏过头望向了一旁低着头眼圈微红紧咬着红唇的蓝衣女孩，轻轻叹息了一声，还没开口说些什么，小医仙温柔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放心吧，你与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是怎样的性子你还不清楚？一旁的小医仙见辛兰这般模样，不由得有些怜惜地摇了摇头，轻声道。此时的叶家大厅，叶虫正在被黑火宗的人逼迫着做出决断，是交出叶城和阳火古潭，还是现在就带着一家老小去死呢？叶虫久久没有出声，黑火宗的那2名黑衣老者却是不耐烦了。澎湃的能量逐渐在他2人手心凝聚的时候，萧炎终于是出声了：1分钟，带着这些棺材滚出叶城，否则便留下吧。望着那斜倚着大门的青年，赵黑与秦魔都气笑了。不过一个区2星斗宗，居然也敢在他们面前口出狂言。萧炎并不在意他们作何反应，只是淡淡的计时道：还有40秒，杀了他。赵黑阴沉着脸发出指令。闻言，周围众多黑火宗之人都是猛地朝着萧炎攻去，起身缓步朝着赵黑与秦魔走去。萧炎挥手间凝出火罩，就将攻击尽数化解。一火，见到萧炎体内涌出的碧绿火焰，赵黑2人都是一愣，旋即就是狂喜，随后交换了一下眼色，2人竟同时出手朝着萧炎暴掠而去。脚下步子一停，萧炎抬眸很是遗憾地宣布：哎，时间到了。下一秒，其周身的空间缓缓扭曲，一道苍老的身影诡异浮现，袖袍一挥间，就是一股浩瀚的恐怖之力，悄然划破空间，狠狠地轰击在赵黑、秦魔2人的胸口之处。下一瞬，2股殷红鲜血夹杂着些许破碎的内脏，便是直接从2人口中喷吐而出，仅仅是随意一挥，就能将2名6星巅峰实力的斗宗强者重伤。难道是斗尊强者？目瞪口呆地望着那道苍老身影，叶虫正琢磨着叶家什么时候与这等强者有所交集的时候，那边在地面上滚了10几圈才停下来的赵黑2人已经开始跪地求饶了。萧炎没打算同黑火宗结死仇，警告他们若是再来叶家，他定会去黑火宗喝茶，以后便让赵黑与秦魔带着东西滚了。爷爷，你们没事吧？辛兰逐渐跑进大厅，对着叶虫担心道。叶虫摇了摇头，敬畏地看了天火尊者一眼后，郑重地弯身抱拳道：萧炎先生，多谢出手相助了，当着叶家的不敬，还请不要放在心中。不甚在意地摆了摆手，萧炎直接表明来意，想借阳火古潭一用。按照叶家族规，阳火古潭是不能外借的，可叶家已经落寞，他叶虫也不是那种不懂感恩之人，当下就同意了。很快，叶虫便是亲自领着萧炎一行人抵达了祭坛。祭坛结构特殊，道道光束可经过光滑石壁的反射，尽数汇聚在祭坛中心处的一块漆黑石碑之上，因此这里的光线格外明亮。而且越加靠近祭坛，周遭天地间的能量也是越加的炽热与纯正。据叶虫介绍，在这黑色石碑之下有一处通往地底深处的地眼，将石碑移开，便是会有着一些地心火苗窜出，只要点燃汇聚在这里的阳光，那么便能形成阳火。可惜几年前就已经几乎没有地心火苗顺着地眼出来了，其他的火焰又无法点燃阳火。好在萧炎此行不过是想要借助这里的纯正天地能量压制小医仙的恶难毒体，并非是要借助什么阳火。小医仙进入祭坛后，叶虫便是很自觉地离开了。萧炎召唤出地妖魁，又拜托天火尊者负责在外守护后，才走进了祭坛。祭坛周围石壁众多，若是不走近，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分毫，倒也算是隐蔽。在小医仙面前盘腿坐下，萧炎手掌轻轻推开石碑，准备正式开始。旋即就见那祭坛周围的石壁缓缓地移动起来，不多时便将祭坛以及其中的萧炎2人包裹得密不透风。而随着这圆形石墙形成，石壁逐渐变得更加光滑，越来越多的光束也被石壁反射汇聚在地眼之处。
随着祭坛之内的至阳能量越来越浓郁，小医仙逐渐感到不适，一阵阵灰紫色雾气几乎是不受小医仙控制的，逐渐从其体内萦绕而出，然后与外界的炙热阳光碰撞在一起，发出嗤嗤声响。见小医仙双手紧握，萧炎温声安慰他不要紧张，随后一边将魔核、菩提化体弦等单独之法所需要的必备条件一一拿出，一边同小医仙说明接下来要做的事。想要凝成毒丹，就得先解开小医仙身上的封印，然后将毒气汇聚在一处，再用魔核取之，菩提化之，最后将恶难毒气压缩进魔核之内，才算成功。想要解开封印呢，小医仙就得先推取身上衣物。听到这里，小医仙看了看萧炎一脸严肃又认真的表情，在心里暗暗道：反正已经被这家伙看过那么多次了，也不介意再多一次了。脸一红，牙一咬，就开始解身上的衣裙。看着一件件衣裙顺着白皙娇嫩的肌肤滑落，一具宛如羊脂玉般的完美娇躯逐渐在眼中展现。萧炎用了好大的毅力，才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凝聚在那些符文般的封印之上。双手并驱，一股碧绿火焰在指尖成型。萧炎眼神一凝，指尖便是重重的点在小医仙平坦光洁的小腹之上。解开封印的整个过程十分顺利，甚至在进行到煅烧菩提化体弦的步骤时，还收获了意外惊喜——菩提子。要知道，只有得到菩提子，才有机会感应到那传说中的菩提心。菩提化体弦进入小医仙的身体后，一切就步入了正轨，只要坐等小医仙将全部毒气压缩进魔核就成。四仰八叉的仰倒而下，萧炎很是感慨，他对小医仙的承诺时隔数年，如今终于是完成了。另一边，远离邺城的某处大厅处，寒冰王座上的白袍身影不含感情地瞥了一眼匍匐在地的潦草老者。此行54人，回来者唯你一人。天蛇，这便是你带回来的交代。苦主，此事并非属下之因，全因情报失误。那一群人中有着一名斗尊强者，属下此次能够逃回，也全是运气之故。老者猛地抬头，急声为自己找补。听到有斗尊强者，寒冰王座上的人影收了一声骇然的气势，询问天蛇长老是几星斗尊。得到1星斗尊的答案后，又问起了萧炎他们的最终去向。因为恶难毒体他志在必得，1星斗尊的实力还没有那个资格令他放弃。天蛇长老哪里知道萧炎他们的去向，当时逃命都来不及。王座上的人见天蛇摇头，眉头微微一皱，一股令人心悸的寒意便是猛地扩散开来。就是在此时，大殿之中突然涌现出些许诡异黑气。冰尊者，不用发火，那群人的去向我们知道。魂殿还真是稀客啊。冰尊者淡淡的道，那群人中也是有着一人是我魂殿的目标，既然目标相同，此次或许可以联手一次。冰尊者以为如何？黑雾中的人影怪笑道，冰河谷要的是恶难毒体，魂殿要的是萧炎，强强联手，何乐而不为呢？冰寒大殿中，针对萧炎一行人的庞大黑手凝聚成形时，那远在丹域边缘的一座空间虫洞处，一道道黑色身影破空而出，其中实力最弱的都至少在斗皇层次。为首的2名黑衣老者气息更是浩瀚。落地之后，那些黑影并未立刻离开，而是在一道纤细的动人身影跨出空间时，齐齐单膝跪地。斗宗强者跪地而迎，斗尊强者低头而屈。广场上的幸运儿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十分迫切地想要知道，这提爷们的是何方超级剧情，方才拥有这般魄力。半空身着青衣的清雅女孩抬眸望向遥远的邺城所在方位，呢喃道：萧炎哥哥，有薰儿在，谁动你，我便杀谁。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